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做了几期粉丝点名的话题，但是发现播放量不是特别高，你们倒是评论分享呀，还是说不感兴趣我最近的一些话题呢？那我今天就来讲一下我自己喜欢的话题吧，一个叫做 Rick 的怪物，这也是一个美国的都市传说。看之前先点赞、收藏和分享哦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做片的最大动力了。事情发生在2003年的夏天，美国东北部发生了目击怪物的事件，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关注。据目击者描述，它是像人类的生物，身高大约6英尺，灰白色皮肤，手臂很长很扭曲，眼睛是人类的2倍大，一旦接近激怒了它，就会发起攻击。一些自称是目击者的人主要集中在纽约州的乡村，他们也都讲述了与 Rick 相遇的经历，但没有留下很多的文档信息。其中的一位目击者是这么阐述的：当天晚上，她和丈夫在床上睡觉，凌晨4点，她莫名其妙的醒了，以为丈夫已经起床去上厕所了，就趁机拉回被子，结果把丈夫吵醒了。正纳闷的时候，在黑暗中，她看见了床角处坐着个似人非人的生物，赤裸着背对着他们，她的姿势很诡异，让人很不安，不太敢靠近。丈夫也吓坏了，蜷缩着膝盖不敢动。这个生物在床的侧面爬来爬去，然后沿着床以缓慢的动作爬行，直到离丈夫的脸不到1英尺，正盯着她丈夫看。随后这个生物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把手放在了膝盖上，开始冲向走廊，要跑向孩子的房间。他们赶紧跑去阻止，在微弱的光线下还隐约的看着她蹲伏着，浑身是血。等他们过去之后，这个生物已经逃下楼梯了。女儿受了重伤，并且只说了一句他是 Rick。那天晚上，女儿便送进了医院，但是不幸身亡了。她丈夫在回家的路上又不小心把车开进了湖里，也没有幸存。这个新闻在小镇上很快就传开了，警察刚开始很在意这个案子，当地报纸上也引起了很多关注，但是这个故事从没被发表过，当地的电视新闻也从未跟进。该目击者称自己痛失亲人后，他在床边安装了一个录音机，整夜运转，持续了2个礼拜。每天醒来，他都会听一遍自己睡觉时的动静。就在第3周的某一天，他听到了这样的异样，就是那个怪物发出的动静。自从那晚毁了他生活后，怪物就再也没有现身了。但是这么看来，很有可能是某天早上醒来，他又会看到怪物坐在床尾，细思极恐。还有许多目击者声称自己也遇到过 Rick。在一个超自然现象的网站上，有一名网友描述了他自己早年的经历。某天晚上，他躺在客厅里睡着了，听到了奇怪的声音。他把头藏在了毯子下面，身体尽量保持静止，暗中观察。他透过毯子看到了模糊的轮廓，有个奇怪的生物，就像一条无毛的狗，身体扭曲，手臂很长。该生物走过地板，爬出视线，他根本不敢起来查看，一夜没睡，躺着不敢让自己动，直到天亮。第2天，他母亲起床下楼，让他去楼上看看。墙壁上出现了几条长长的划痕，间距又很大，这手看上去至少得有6英尺宽。接下来的几周内，他们就赶紧搬家了，直到4年后才听说过 Rick 的传说，才想起了自己这段经历，便心有余悸。另外，据说有2个小孩也目击过 Rick， 他们家门口有个深井，是祖父挖了用来取水用的，后来废弃了就用木板盖住了。但是某天木板移动了，而且看上去是里面把它分开的，家里的鸡也失踪了。祖母生前一直不敢让他们靠近井边，说会爬出怪物，皮肤很薄，瘦的皮包骨，手指粗大。这样的描述跟 Rick 十分相似。有一年放暑假，2个小孩跟父母一起回来度假，好奇心驱使下，2个小孩打算在门口搭上帐篷睡一晚，还在井盖的木板上放了块生肉，看看这口井是不是真的有怪物。到了半夜，果然听到了怪声，其中胆大的哥哥直奔井口，放在上面的生肉已经不见了。他还不信，觉得弟弟在吓唬他，于是往井里看，果然有个怪物坐在井底，地上还有块生肉。弟弟尖叫起来，父亲赶忙跑过去，怪物不见了，井底只有受伤的哥哥，他摔伤了，身上都是划痕。父亲很生气，坚持认为他们是自己淘气，不小心掉了进去，根本没有什么怪物。第2天便把井给填了。关于 Rick 的真实性众说纷纭，宾夕法尼亚州有一名牧师声称 Rick 是真实的，而且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就有记载过神似的怪物。网络上也有许多人声称目击者的描述讲的是有鼻子有眼，但都没有实际证据。还有许多人探险寻找 Rick 的足迹，并声称拍到了他，但基本上都是装神弄鬼，故意博眼球。也许人们相信 Rick 的存在，只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，以此为原型还出现过相关的电影和游戏。那为什么人们会热衷于这样的探险呢？我想这就跟去游乐园一样，知道它根本没有威胁，经历恐怖是很刺激很有趣的经历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大家觉得 Rick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粉丝朋友想看什么，记得去评论区留言哦，我会选一个点赞最多的话题讲。我是正正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